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CG 小伙伴和我是绑定界的小学生馅儿饼。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请到了我多年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校友，周梦溪，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大家好，我是梦溪。如果馅儿饼是绑定界的小学生，那我可能就是合成界的幼稚园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呢现在是在纽约的 Fuse FX 工作，职位是合成总监 （Compositing Supervisor）。在做这个职位之前，我也曾经在其他的一些纽约的公司，比如说 Zoic，然后之类的公司做一些 freelance 的 compositor 的工作，然后从 junior compositor 一路打拼到现在。我的职业经验大概有5到6年的时间吧，然后做过的电视剧数的话，2个手可能数不过来，大概有50-60部数量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最近的作品就是《American Horror Story》美国恐怖故事，然后还有《Good Doctor》良医，包括我自己现在正在监督，然后也正在热映的第6季的《911紧急救援》。那么梦溪啊，那你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啊，是吧？年纪轻轻的不敢当。就已经做到了总监，是吧？这已经可以说是吧？这个公司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了，是吧？那你认为除了运气之外啊，你认为你哪方面做的比较好？然后哪方面呢，嗯。是因为你做的比较好才获得了这个认可呢？我觉得一路走到现在，如果说完全没有运气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运气可能只占到我职业生涯的10%到20%，可能包括比如说我遇到了跟我工作方式比较合拍的老板，愿意赏识我的伯乐，然后包括我在美国工作，我的签证啊，包括我 H1B 抽签这个方面比较顺利，这种运气。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70%到80%的重要原因是可能有2点。第一点就是我从一开始做合成师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比较明确，就是我想锻炼我的 leadership 嘛。然后有很多的人，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当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专精的 artist。然后我也很敬佩这种人。我们公司有很多，比如说40-50岁，然后技术大牛，这些他们的能力是我无法企及的。但是我因为比较了解我自己的性格，我一直很想锻炼我的 leadership 的能力。所以呢，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做跟 management，然后跟 leadership 有关的工作。然后在我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会不断的向我身边的人，然后包括我的上级、我的领导，向他们传达我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会有每年的年度总结嘛，年度自我总结，然后我就会跟我老板说，我的 career 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短年可能想做个好 artist，但是我最终还是想有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结果。然后他就会想办法帮我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开始给我铺一些路。比如说一开始让我做一些培训师的工作，比如说给我们的新人做一些培训，然后当他们的 mentor，当他们的导师。然后之后会有一些小组的一些 leader 的，比如说先立的一个 sequence，先立的一个，比如说一个 key，就是比较关键的镜头这种东西，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他看到梦溪开始有这个能力了，然后可能会把他以一个合适的机会上升到一个合成总监的位置。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了嘛，就是业务能力，这个肯定是没得说的，一定要夯实的。你的基本功要扎实，不然其他合成师问我问题的时候，对吧？我的组员问我问题，我得回答得上来。主要就是这些。嗯，非常好。那嗯像你在做总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尤其是嗯。说像你提到的，你组里有时候会有这种，40-50岁，然后工作的经验比你要丰富的多得多的这种组员，那么你一般是会如何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呢？嗯，我觉得我压力大的时候会有很多，然后这个压力来自于各个方面，但是绝对不是来自于比我技术牛很多的那种高级的大拿合成师。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得力的助手，得力的干将，有他们在我组里，我会特别的安心。就是这个压力绝对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技术比我厉害，他们的技术越厉害，我这一集才能越快的做完。因为我们做电视剧嘛，就是时间要求的很紧，他们越好，那我就越轻松了，我应该是越轻松才对。我的压力就是作为一个特效合成总监，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跟时间赛跑。对，就是在上面不断的催，然后我的 producer 一直在催我，就是哎，这个什么时候能完成？你能不能去检查一下这个人，去检查一下那个人？然后包括我每天 review 镜头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出错，然后出了错吧，但是这个 junior artist 他还不来问我问题，这个时候我反倒会比较的有压力，我会想怎么才能就是委婉一点，然后给他们讲，然后在给他们讲的同时，不耽误时间，让大家快点做完这个镜头，然后我们一起交完，赶紧下班，赶紧回家睡觉，这样子。嗯，嗯。那对，像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因为你作为总监，你是需要去给一些这种反馈的，是吧？那有没嗯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给出来的反馈，然后你和你的艺术家之间你们的意见不一致，那么这种时候会嗯。如何去处理呢？与其说是不一致，不如说是他们会不太明白这个意见这个 notes，然后他就会来问我，就他比如说可能会问说啊，梦溪，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我理解的是这样子，但是这个 notes 是另外一个方向那样讲，我不太明白，然后我就会给他讲说，首先客户他可能是需要的这种东西，然后经过我们讨论，这个我们可能是我，然后跟客户有沟通的 producer。然后还有我的上级就是 VFX，就是那种大的特效总监，我们一起商量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这样试试看，或者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给他解释一下技术原理。那大部分时候就是这个 artist 他就会明白嘛，然后就会照做了。还有一方面就是意见不太一样，是可能我会跟 VFX supervisor 意见不太一样。对，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有现场拍摄的经验嘛，然后那我可能是更有技术上比较多的经验。有时候我会想，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做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然后他们说不，我不要这么做，我要那种效果。我会说出我的想法，至于采不采纳就看他了。但是最后我还是会听他的，就是尊重总监的意见，会这样。嗯。嗯那像我们知道，像你作为总监，总监是要去开很多的会的，包括我之前做总监也是有非常多的嗯，这个会议，是吧？好多。那么你是如何做到在会议中自信的去发表你的意见，以及如何自信的去跟其他的部门去进行沟通的呢？嗯，其实一开始我也挺发怵这个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开会哈，这个事情是我做 artist 的时候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我做 artist 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个电脑就对着电脑做就完了，然后现在每天可以说有8个小时上班，6个小时是在开会。至于怎么自信的可以发言，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类别的会议。我只要说出来我跟我工作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是在开我们的这个总监会议，比如说我们公司跟我一样的职位的有这么几个总监，对吧？然后我们跟我们的老板去开会，主要就是汇报一下这周的进度，我们干什么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就是底下 artist 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嗯，沟通反馈的过程吧，就是这也不应该是一个压力，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我赶紧就是跟老板说，我有困难，你快来帮帮我的这么一个好机会。对，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让他知道我有什么难处，然后或者说我有什么地方做的特别好，你快来表扬我一下，对吧？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一说。对，然后还有就是跟 artist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开会。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做一集新的电视剧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个 kick off，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集有什么内容，有多少个镜头啊，给你们大概看一下，就是提前剧透一下这一集我们要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让大家让 artist 明白我们这一集的目标是什么，你们要做什么，会有什么难点。
就是说清楚就好了。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开会去发言，我们的目的是沟通，对吧？只要把和沟通对象的沟通的事情说清楚了就可以了。其他的什么过度的表现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没有太大必要。嗯，那像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会有很多的这种沟通交流嘛，是吧？那嗯，么有没有这种说是，比如说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的第一语言都不是英语嘛，那有没有对，遇到过这种语言障碍？那么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太多了，这种人特别特别多。我记得在 pandemic 之前吧，就是疫情之前，我们都是在办公室工作嘛。然后，嗯，面对面交流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的肢体语言和你的面部表情。就是当我开始听不懂的时候，可能我跟我公司人也比较熟吧，就是大家比较了解彼此性格的时候，就是他看到我的表情很困惑了，他就知道哦，他听不懂了，就是我得再说慢点，或者再说一遍。然后或者比如说我去一个新公司，他们没有了解我的性格，他们读不懂我的表情，或者不愿意没有耐心读我的表情，那我就只能厚着脸皮，我就问一句，我说您能不能就是再说一遍刚才的，我没有明白。然后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可能会让他明白，我不是这个专业知识不明白，我是不明白你那个语言，就是你能不能换一个简单的词说一下，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疫情之后，因为我们都在家工作嘛，我就说科技改变生活。这个微软，我们用微软的 Teams，然后来上线进行沟通。然后 Teams 有一个功能是线上实时翻译字幕，然后每次开会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字幕打开。我们有几个特别有那个知识文化修养的领导哈，他每次就会说一些，就是我考托福的时候都没有看见过的词，就特别特别难。然后我就每次看到那个字幕一打出来那个词，我就会赶紧把它摘抄到我旁边的生词本上，然后回来查一下。有一些词哈，就是因为很 tricky 啊，有时候你听不懂，真的不怪你。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有英国的，有欧洲的，然后南美的，然后甚至亚洲一些其他国家，大家都有。那很多英国那些同事，他说的不是美式英语，是英式英语，然后那些词啊，真的听都没听过，包括那个口音你也听不懂。那你就打开字幕就好了，然后自己课下慢慢查。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视觉工作嘛，那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讨论镜头。不知道对方说什么的时候，你给他截个图丢过去就好了，截个图丢过去，然后画圈圈点点画一下，然后打个箭头指啊，我想问的是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回你听不懂，你就说你能不能给我截一个图看一下？他一般对方都会就是愿意帮助这样子。对，就像我之前的几集的时候我们也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本身它是一个很全球化的一个行业，嗯艺术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第一语言不是英语，大家很可能你公司里大部分的人第一语言都不是英语，所以这个语言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大家如对果就是遇到了语言障碍，都是很正常，互相之间都非常理解，你只要勇敢的说出来就好了。对。好，那么我们来说一说，那么从你作为总监的这个角色是吧？那么我们对于新人的一些要求和这个期望吧，是吧？那么像你的话是吧？那你从总监的角度，你有没有看到过什么新人经常会犯的错误，以及或者说你认为就是新人进入到这个行业，他应该去注意什么？嗯，那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先从一个大的一个职场的角度去说，因为可能看这个节目不光有合成师，对吧？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特效的小伙伴。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或者是特效工作者也好，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你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或者只是一个职场新人。对，你职场新人进入公司，首先第一点要做的就是你要敢于发问，就是你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不建议你就自己闷头做，你就怕问了问题之后，就是领导会对你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有一个看法和偏见。
这个考量啊，我以前也有过，但是我当上总监，就是领导岗位之后，我发现这种考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总监，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的组员他什么都不问我。这个不问不说指的不是性格，就是也有很多内向的同事嘛，这个很正常，跟性格无关。这个就是当你拿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会希望你先跟我简单的沟通一下，就是你先问一下，就是你会觉得什么地方会有难点，你可能会不会，然后你觉得我给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的 deadline 合不合理？如果你觉得不合理，这个事情可以提，可以商量，可以问，可以教，可以沟通。所以呢，就是要会问问题，然后要敢问问题，要敢于沟通，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要有自信，要有强大的自信心，还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心理。因为新人其实是很容易崩溃的，尤其是有很多东西都不会做，尤其像我们行业哈，有些东西是专业知识，你不会就是不会，它不是说像一些比较文职工作什么的，你不会的话，你可以就是通过沟通，通过一些别的取巧的方式去解决。那我们这个是在按时的时间内做完一个技术工作，那你技术做不到，你就会产生焦虑感，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就长时间的自己 PUA 自己，然后就想啊怎么办？我这个做不完了，就是会产生自己自我心理的消耗。我觉得这种消耗自我催眠消耗，这种是最不必要的。嗯，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要向外去解决问题嘛，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对吧？我做不会这个东西，我交不出这个活儿，问题已经产生了，那你就赶紧去向外找，就是越早去向外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越好。跟同事讲啊，跟领导讲，跟你的 producer 讲，跟大家都讲，就是找解决方式，然后就不要自我消耗、自我 PUA 就好，自信一点，这个事情没关系。然嗯后关于比较专业的一点合成的，就是新人最快的提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提交镜头的时候检查一下你的镜头，就做完卷子检查一下。这个检查哈，有时候能检查出来一些就是特别神奇的东西。我们经常说，包括我一个同事吧，我另一个总监，他之前也在加拿大工作，就是做一个电影嘛，一个很大的一个。哎，那个镜头上，最后他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巨大的一个 roto 的这个 mat 从镜头左边滑到了镜头右边。就一般人你不说的话，他看不见，但是他自己做那个镜头，他知道。但是这个电影他以后再也没办法亲自看了，就是最后 for some reason 就是，哎，大家看这个镜头看的时间都太长了啊，艺术家本身没有注意到，然后总监也没有注意到，客户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呢，无论是你做到什么级别的 artist，你都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永远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嗯，那么像你的话，那么在工作中，你一般会通过哪些方面来去评判一个 artist 一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级别呢？比如说，咱们说一个新人入职，是吧？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他，哎，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到一个中级的这个艺术家嗯。的这个级别了？或者说你因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还不够，他现在还应该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嗯，这个事情特别像打怪升级，就是在我心中，我会对所有的镜头会产生一个评级。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个印象，说，哦，这次的镜头，比如说有40%是 junior level 的镜头，包括什么呢？包括 muzzle flash，就是比如说我打枪枪火那个火花，然后或者是简单的绿幕的屏幕合成，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这个都是很常见的。然后或者是roto 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 support 的 roto 的工作。然后我说中级的工作啊，可能是一些比较难的跟踪，然后包括 camera projection，就是投射之类的，然后包括比较难的绿幕、蓝幕这种东西。然后高级合成是当我发现这个镜头里面需要
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就是你要从无到有创造出来一种效果。比如说我们做那个良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男主角叫尚，然后他是一个医生嘛，每当他头脑风暴的时候，他就会就是有一个特效表达他正在幻想这个脑中头脑风暴，然后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来跟现实世界区分开来。就是像这种需要你创造一个效果的这种工作，然后或者是非常难有大量的 elements，有大量的比如说 2D 或者 3D 的 elements 合成进来的这种镜头，或者很复杂很长这种东西，我会归结为 linear 的镜头，就是高级合成式的镜头。那我什么时候会去，就是让人去升级呢？什么时候判断他们升级？就我会先给一个初级的艺术家给一些初级的镜头，他们做，可能会做出来问题，对吧？给 notes 就是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子，然后做一个镜头、两个镜头、三个镜头。镜头做的多了，我发现，哎，这个人他不需要我给 notes 了，就是他在很少的这个版本数之内就可以通过这个镜头了。我说，哎，这个是不是我可以给他更难的了？我就会先给他几个去试一下。对，然后如果他这几个比较难的终极的镜头呢，他也可以完成，我就在心中就会想啊，升级了。对，然后我就会开始慢慢的给他一个终极镜头，然后终极的镜头做的多了，可能会就是发现，哎，终极镜头它也不需要很多指导了，就是技术指导也不需要了，或者我看他有更多的潜力啊，那这个时候我再给他试高级的镜头，就一步一步来。然后中级、中级和高级的，就是初级到中级嘛，这个区别比较好鉴定。就是您刚从学校里出来，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是个初级的。你开始慢慢做上手了，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绿幕了什么的，你就自然而然就往中级去走，对吧？有些公司就是它分的还比较更细，比如说就是一个比较低等级的 mid level，然后甚至说还可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 mid level，但是它是一个 high mid，但是还不到 senior。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就是什么是 high mid，什么是 senior？就是我们公认的认为啊，一个 senior artist 就是可以不用技术指导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镜头，无论这个镜头有多难，无论这个特效有多，嗯、多新，但是呢，我只要给他，只要有他在我的组里，我就可以很放心说，不需要我任何的技术指导，他就可以独立的完成这个镜头。我需要只给他这个艺术方向的指导，比如说，这个背景它应该更，怎么说呢？它可能看起来应该是凌晨4点的天空，而不是凌晨2点的天空。我会给他一个这样的方向，然后他就知道凌晨4点的或者凌晨5点的会更偏白，然后凌晨1、2点的可能会更偏蓝，这样子，就是他自己是有艺术审美眼光的。然后一个 mid level artist，就是他会有一些技术盲区，这个不怪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没有机会练到，或者这个东西做的比较少，然后他就会问，或者是有些东西做到卡壳了，花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会界定为 mid level，但在实际上工作上这些都是很模糊的，就是我们不会说给一个人安个 title，说你就是这个级，你就是这个级。我们公司是大家都混在一起，我只是心里明白你是什么级别，但是做镜头的时候，就是能做出来镜头就是好兵好将。嗯好，那么梦溪，那么咱们说回你作为 artist 的本身啊，那么我们都嗯知道这个合成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班儿的这种情况的。那么在嗯。这种情况下呢，你是如何去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呢？以及就是那你是如何避免我们所谓的这个 burn out 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嗯，burn out 大概就是崩溃了吧？打工人的崩溃瞬间有很多很多，我也经历了非常多。我不能说我完全克服，我现在就算我做到了合成总监这个位置，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地步，我也是经常会感到非常压力大，就是濒临崩溃。但是呢，就是那个点，就是不要让自己真正的崩溃，你要留下来一丝最后的理智牵着你，对你不要让自己达到真正崩溃的那个点。那
比如说啊，像我以前就是我做一个 artist 的一个那会儿是 mid level 吧，几年前3年前，我们还在办公室的时候，当时我那个领导哈还是我们的大老板，现在是大老板，当时是二把手，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么一个工作，而且那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觉得我之前做过其他类似的工作，他就信任我，然后就拿到我面前，走到我桌前要完成这个东西。当时我就是内心给自己暗示啊，我就想我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不能让领导失望啊，就不能让周围同事看扁啊什么的，我就开始给自己心理施压。后来那个东西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心里的那根弦紧紧的绷着，紧紧的绷着，然后周围的人没有，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说话，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然后我就立马眼泪掉下来，就开始哭，就是已经心里那根弦已经崩掉了，就断了。然后你就只能躲在去厕所哭啊，你不可能在办公室哭啊。然后你去厕所哭完了之后，你可能打开门还会迎面撞上一个同事啊，然后他问你怎么了，你就说没事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的。然后你还得回到你的工位上，继续加班，继续做，把这个东西做完，做到10点11点，这个东西结束掉了，不管好不好，结束掉了，然后回家继续崩溃。后来工作5、6年了吧，这种情况大概发生过2、3次。我自己呢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可能会有几个小方法吧，就是这种方法需要练习，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一上职场就有一个强大内心，这个都是需要练习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努力的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建立起一个屏障，就是像一个开关一样。每天，就算我现在在家工作吧，然后我的这个桌子这一片区域就是一个开关，我一坐到这边，我的工作模式就开开了。然后我一旦下班了，我离开这个座位了，或者我把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软件一关，就是工作模式我就关掉了。关掉了之后，工作之中发生了再糟心的事儿，再怎么不好的事儿，天要塌了，跟我这个人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尽量不把工作中的事情带到我的生活中来。嗯，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工作压力大吧，是因为同时进行的项目太多了，然后时间不够做，对吧？就是我手上同时有很多活儿，然后这个活儿我来不及做，我每个都想做好，每个都来不及做。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东西我特别想做好，但是实际上它超出了我自己的能力了。我想做到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让我就是我做不到，所以我焦虑。那无论是哪种情况吧，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你的上级去沟通，不要有心理压力的去沟通。不敢沟通，有很多原因。我自己很大的原因啊，是因为就是比较要强，不想让大家失望，或者说啊，我给你了一个机会，你没做好，对吧？下次不给你了。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不敢跟上面说。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不算糟糕，最糟糕的是我逞强想自己就是一把手揽过来说我能做，我能行。结果最后时间到了，然后这个 deadline 要到了，我什么都没交上，我什么都没做完，这个是更糟糕的情况。就是这个是会让人怎么说呢？就是会让 producer 在你身上给你记一笔黑点的事情。对，如果你早早的一开始就说你发现这个东西超出我能力了，我做不到，领导你给别人吧。我经常遇到我的 junior artist 跟我说话，说梦溪我做不了这个，你给别人吧。然后我反倒会很感激他这么早跟我说他的这个能力真实水平，然后我会想办法呀，我会想办法来帮助他解决。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你的领导他不是单纯的给你派任务，领导比如说像我这种中级小领导哈。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主要工作是支持支援他们，他们不会什么了，我来支援他们，我告诉他们，对你不沟通的话，他不知道；你沟通的话，他才知道怎么支援你。啊，如果是你的这个同时手头的活太多了，你去找一个第三方，比如说像我们的 production manager，他就是手上知道所有的项目的时间线，他就可以帮你
去整理出来了一个时间线，告诉你哪个工作是最有优先级的，对吧？然后呢，他可能还会去帮你推掉第二、第三不太重要的工作，跟他们说梦溪现在很忙，他一定要全身全力的 focus 在第一个工作上，你们先缓一缓，明天后天再说，对吧？然后他就可以帮我整理出来时间线，而且帮我避开其他项目的屏障。然后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超出我能力范围了，然后我就跟我领导说，他要么就是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了嘛，交就交了嘛，一个工作而已，一个镜头而已，这次做不来，18年后又是条好汉，我下次再做不就好了吗？就是机会总是有的，你真诚一点的去说，我不会做，你教教我吧，或者说我不会做，你给别人做吧，这都没事儿啊，就是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对对对，这个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嘛，这是一个 嗯，teamwork，所以就是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所以大家没错，呢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这就是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一定要就是说出来啊，不要就是没错，说所有东西都闷在自己的心里，没有这个必要。啊，那嗯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行业啊，是吧？那么相对来说啊，跳槽啊，换工作是相对的会比较频繁的，是吧？因为嗯，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艺术家从一个公司换到了另一个公司，尤其考虑到换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待遇的提升一般都对会相对的更快一些，对。更多一些，是吧？那么像你的话，是有哪些因素是会让你更愿意一直待在同一个公司呢？这个事情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像馅饼学长，他已经在换了很多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我们的 Fuse 就是混成了一个元老级的人物，然后我在我们公司大概有4年多了吧，然后有1年多是 freelancer，就是自由职业合同工所谓的这样，然后后来变成了合成师的，怎么说呢？正式嗯工、正式员工。然后做着做着，就是一步一步。为什么我做到现在还没有跳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是在不断的给我一些新的事情让我做。啊，我的工作内容虽然一直是在做电视剧，但是实际上，具体的工作职责发生了很多变化。你比如说一开始吧，我只是一个初级合成师，对吧？做了一些就是很无聊，做好多好多成千上百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叫什么 driving com，汽车的那个合成，汽车绿幕合成，你知道多无聊吗？就是一个人在车里面嘛，2个人开始对话，然后正驾驶、副驾驶他们开始正反打，这一个场景，这一套对话，那可能就会有几十个镜头，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 tool 嘛，就会工具会做出来比较简单，那一个人一个 artist 可能3天之内你就要做出来8、9个那同一个角度的镜头，做到崩溃啊！太多了呀，就是时代重复性的工作。那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跟领导提，我说，我觉得我能做点难的东西。我觉得我最近的工作就是有点重复性比较高了，我想就是转换一下我的脑子，或者是做一点新的工作。然后他开始给我一些更难的东西，然后后来又做着，我就觉得我对这个绘景 m y painting 数字绘景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又不是，我还不想放弃合成，因为我觉得合成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我不想放弃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我领导说，咱们能不能发明一个新的模式啊？就是你让我2个都干行不行？就是因为就是很大的那种数字会诊的事情，还会发到洛杉矶那边去做嘛，就是我们总部去做，他们有一个那个数字会诊的部门，但是我们纽约没有数字会诊师了。我说那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你就让我来呗。他说那你不能耽误你的本职工作。我说那肯定不会的。他说行，那就试试吧。就是我想尝试这个东西，我跟他说了，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不用换工作，我也可以尝试到不同的工作内容，对吧？然后呢，在之后，就是我不断的跟他说，我想当官儿，我想当官儿，我想当官儿。然后他说，那给你个官儿当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就是说想说的事情啊，就是说工作内容其实是一直在有变化的。那
你看你们公司能不能满足，其实就3个方面的要求嘛。一个是你的薪水，他愿不愿意给你涨薪，他给你的薪水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第二个事情就是项目，公司做的项目有没有对你的口味，对吧？你觉得这些东西有没有满足你的审美？就大家都是艺术家嘛，虽然是技术工作者，但是还是有艺术审美和艺术品味的。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我不愿意做。你不愿意做，你还为了生计，你天天在做，那你肯定不开心，对吧？但是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看，挺酷的，那我就接着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职位你的领导迟迟不跟你升职，你给他沟通，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还是不愿意升职，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他一直打压你吗？还是你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职位机会，对吧？那你领导没有这个机会，他也不能变出来一个职位给你，那你就只能转头下家了。如果他愿意给你这个机会，那你就留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的镜头的难度，对吧？你觉得你一直做一个简单的镜头、简单的东西，没有人赏识你，你的上级也不愿意给你加大难度，你跟他们说呀，你就跟他们说，跟他们要求说，我想要更难，看他们愿不愿意给你更难的东西，愿不愿意满足你的要求。然后满足不了，那我只能走；满足得了，我就继续留下为公司卖命，就这样。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像你的话，工作之余你会如何去进行自我提升呢？尤其像合成这种东西，因为像我的理解就是，可能就是相比于像比如说 Nuke 里的这些技巧啊，可能更多的后期会需要去提升一些，像比如说你的审美呀。包嗯括是说嗯嗯，这个艺术方面的这对。些跟技术不太相关的一些知识上的提高，那一般你会怎么去做呢？一般首先啊，就像你夏北学长说的，就是在这个本质的 Nuke 这个软件的知识我已经了解的很多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瓶颈期，就是当我发现，哎，好像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我甚至还能自己写工具，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做的东西就不像呢？为什么我们都是要求做照片级的，就是现实电影级的东西？那所谓电影级，所谓照片级的，就是它像真实的世界。我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做的跟现实世界一模一样，这就需要大量的观察。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会做很多观察。怎么观察呢？就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它会放烟花、放礼花，对不对？我就在下面看，我就盯着那个礼花看，它这个礼花绽放开之后会有多大，它的这个比例会是多少，它跟建筑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它跟人的比例又是什么样的，我会记一下。我自认为我的记忆力其实不好，所以呢，我就会随手拍下来。或者是随手记在我的一个记事本上，就是我当时看烟花的一个物理的测量的感受和我心里的感受，和我发现，哎，我竟然发现了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比如说，嗯，比如说光晕吧，就咱们说那个上帝光高瑞打下来的时候，我年前的时候去夏威夷度假嘛，去夏威夷度假，然后有一天开在海岸线上开车，然后正好是日落的时候，哎，日落的时候，那个太阳哈，它从底下这样过去，那不算高锐，那算 volume 锐，反正就是有一个光束这样打上来，然后它把每一个建筑的边缘哈，我们 Nuke 里面有一个节点叫 light warp 那个东西，就是可以。用那个光的那个包围住，给它扩散一点出去。那天我就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那样的案例，我就说，就是现实中也会出现这么像特效的东西哈。然后呢，我就会把它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然后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些很奇幻的景观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就记下来，然后你放大看，你仔细看，去看那些细节。比如说，当那个高瑞它打在云层之上的时候，你能看见里面就是一些个云雾，云雾的细节，它是什么形状的，你记下来那个形状。然后包括比如说像我去海边的时候啊，你就看那个海这样冲刷。我本身不是做 dynamic 的，也不是做特效的啊，但是就是很多就是那里面你用的是那个白色的东西是泡泡，是泡沫。然后去海边的时候，我就想去观察那个真实的泡沫长什么样子，那个浪花一朵一朵的，它就是泡泡一层一层一层散开。
白色是因为那个泡泡很小，泡泡很小，所以放在一起那个边缘白色的，它看起来就是白色的泡泡。就是很多的一些这种东西，你日常去观察的越仔细越好，你看的东西越多，看的东西越仔细，你就是在为自己积累素材。别人不知道怎么合成的更真实，你知道，因为你多了那一层细节。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别人只看到了那个水雨丝掉下来，你还看到了水雾，你还看到了那一层蒙在上面的一层雾是这样刷过去的。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天气的变化都可以观察。然后还有就是你记录嘛，怎么记录？拍照。拍照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用相机的话，你可以拍3档曝光，比如说普通的曝光，然后加2档曝光，减2档曝光，拍出来3种，然后就是3种不同的曝光状态。它可以帮你就是看到更多的亮部细节，看到更多的暗部细节，然后看到在正常曝光的时候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甚至可以就是把它丢到你的软件里面去 sample 它，然后看它亮的地方跟暗的地方差多少。就是很多东西可以玩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好玩的东西。然后还有第3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如何提高突破你的瓶颈哈，就是准备你的基础知识，动画、电影还有美术的基础知识。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合成师啊，大家都是来自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有的人他，比如说像我我是科班动画出身的，就是学了这么多年动画出来，然后当了一个电影电视的合成师。然后我们有很多同事，他本身他有做销售的，然后他就是对这个产生了兴趣，或者是因为生计这个比较好找工作，他就选择了这个，他就缺少了这个艺术背景。那这个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比如说，让他做一个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画面摆的比较好看，因为他缺少了构图的知识，他没有那个构图的概念。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个，就是让一个东西在这个里面动起来，但是我们也不想动用 motion graphic，就是那些动画师或者想给它做3维绑定的一个 CG 人物，我们只想让它在 Nuke 里面快速的动起来，因为预算有限。比如说是这么一个案例吧，我们就会就是跟我们的 production manager 要人，就说我这一集会特别需要一个有动画背景的合成师，对，因为我需要做动画。其实这个是很难找的这种人，就是他的动画美感很好，或者你想做一个什么移动的东西，他有这个动画的感觉，对吧？然后你还有这个动画的知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就算学校没有学过，没有这个背景，其实也没事儿，因为咱并不是要当一个动画师，对吧？咱也不是要当一个画家或者什么的，咱们只是需要了解它这个原理知识，最终为我们的画面服务。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理解，帮助你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个不像真的，因为它不符合这些美术视觉理论。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视觉的东西，所以学一切跟视觉有关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选项吧，一个选择性的东西，就是可以学写代码。就嗯像我当时在 SVA 上课的时候就学校必须要求我们学一门代码课，我就很困惑，我说为什么要学这个，对吧？我一直以为我是艺术生，结果我来学写代码，就不合理。然后，但是后来工作之后发现就有很多，如果你有这个强项的话，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己写一个 tool，然后很快的、很简便的就能完成这个很繁琐的事情。然后或者比如说你不擅长美术视觉的东西，但是你就是很喜欢技术，那你就写写代码，你就去做一个 tool，你做一个 technical director，这个也是可行的，就是不同的方向嘛，你都去把触角伸一伸，但是最后它都是为合成服务的，就是合成师可以有很多种，对吧？你有艺术眼光好的，你有时间管理大师，就是很值得你信任的人，就是他什么方面都资质平平，但是很值得信任。你给他东西，他可以给你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很能写图，能写各种各样的图。
这些都可以。就是所以呢，你积累各种方面知识都可以，就是学。好，非常好的建议啊，希望大家呢赶紧都学起来，是吧？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梦溪能不能给我们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个建议呢？嗯，好，我建议哈，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大家保重身体，一定要多关注健康，多锻炼。像我们职业病其实都挺严重的，这个颈椎啊什么的，这个地方会挺疼的。然后大家平时啊去健身房，没事儿你多拉这个器械，练练背，然后对你的这个脊柱、颈椎后面的这个肌肉都是有帮助的。你每天抬头这样低头用的都是你的颈部肌肉，你可以练一练这一块。就是身体不好的话，你光每天坐在那儿坐十几个小时，这太痛苦了。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吧。这个事情，我们虽说这个行业也没有完全的用爱发电，因为还是有一些回报的嘛。我钱虽然也没有很多，但是有很多就是精神上的回报。你看到自己做的片子公映之后，你会觉得很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感是需要你有这个信念去支撑你走到这一步，去坚持的。我们一路走到现在，就是做同样的东西，做重复的东西。我想，无论是绑定也好，无论是合成也好，我们练习同样的一种技术，肯定是练了无数无数遍，做同样的东西，反复的做无数无数遍。然后这个中间可能会心态崩掉，一定会心态崩掉。就是当心态崩掉的时候，你只要坚持住，你撑住那个量变，你最后就会质变。那个质变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因人而异。但是没有这个量变，肯定是没有这个质变。然后在那个质变产生之前，坚持住。嗯，然后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新科技吧。就是最近有那个什么 AI 画图啊，什么，包括我们也有 virtual production 啊，UE5这些东西都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啊，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让我们失业？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你看它 AI 现在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哈，那它可不可以帮我减轻一些我工作上的压力呢？那我不想画肉头，那以后是不是 AI 可以帮我画肉头？那最近，还有很多案例啊，比如说 virtual production 什么的，它就直接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加上绿幕了，后期绿幕都不用合成了，这省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以后会出现什么新的技术？我觉得我们处现在一个拐点的位置，我们的技术拐点的位置，就是 COVID 之后，我们的疫情之后，很多虚拟的技术会在爆炸性的发展。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部分，看未来对我们的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会让我们失业，还是会让我们更轻松？就算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玩一下也是挺好玩的。有事儿没事儿可以玩一下。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梦溪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各位，是吧？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拜家。拜。